提及此事，王威则是一脸的无奈，说道：“是我青木南陵的人。”什么？青木南陵的人？听得此话，楚风更是大吃一惊，甚至感觉有些莫名其妙。没错，正是我青木南陵的师兄们。王威说道：“王威师姐，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楚风听得有些迷糊了。南陵弟子本是同根，身为师兄，早一步踏入青木山，更是应该照顾师弟师妹才是，怎么会打人呢？我青木南陵几位师兄在这核心地带也成立了一个分部，只是奈何发展的不是很顺利，似乎招收不到成员。为了壮大势力，便强行来拉我们这批南陵的同门弟子加入他们的分部，而最先找到的就是张炳南和刘朝。不过张炳南和刘朝一心想要加入羽化部，再加上南陵师兄创建的分部实在是弱的不行，就连分部的部长也不过是一位二品武王，并且他的年龄已经40有余了，40多岁，二品武王，这在青木山的核心地带可以说极为寻常，甚至可以说是弟子综合实力的末流。这样的分部自然没人愿意加入，所以张炳南与刘朝便委婉地拒绝了那几位师兄。可不曾想，他们恼羞成怒，说张炳南与刘朝他们不尊重长辈，便打了他们，不但打了他们，还直接把他们带走，然后放出话来，让我们这批弟子全都到他们分部门口去。若是今日之前不到齐的话，就有张炳南他们好看。收到消息后，赵根硕和孔连峰他们怕张炳南和刘朝出事，已经赶过去了。不过以他们的实力，什么都改变不了，所以让我留在此处，等你回来。王威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并且看向楚风的目光充满了依赖，俨然将楚风当做了他们的主心骨，真是岂有此理。而听得此话，楚风顿时怒火涌动，气得咬牙切齿，因为他算是听明白了，这是南陵那些不得志的弟子自己组建了一个狗屁分部，因为实力太弱，召集不到成员，所以便把算盘打到了青木南陵的身上，好来欺压南陵的师兄师弟们了。如果说他们欺压的是同批的所有弟子也就罢了，但是他们欺压的似乎只有南陵的弟子，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不敢欺压其他势力的弟子，只敢欺压南陵的弟子，这是典型的窝里横，外面怂。对于这种人，楚风是最无法忍受的。王威师姐，你可知道南陵的那些败类建造的分部在何处？楚风问道。知道，前来通知的师弟告诉了我那分部的地址。王威点了点头，带路。楚风说话之间已是纵身而起，迫不及待的想要会一会这几位出自南陵的败类师兄，而王威也不敢怠慢，赶忙一跃而起，按照留下的地址赶了过去。核心地带很大，但是那个所谓的分部距离楚风他们领地的距离并不远，所以楚风与王威很快便抵达了。这里其实也是一座领地，不过在这座领地的大门前却挂着一个金灿灿的牌子，上面写着3个大字：安稳部。安稳部便是青木南陵那几位败类师兄们所创建的分部，只不过他们把块牌匾挂在他的领地大门上，却多少显得有些寒酸，因为他这领地实在不怎么样。准确的来说，连楚风他们这些新人的领地都不如，虽然表面上看还过得去，但是与其他分部的领地相比，就显得破败了不少。毕竟核心地带领的这么多，总会有最好的和最坏的之分，而他们这一片便是最坏的领地所在，俗称废物集结地。顾名思义，在这里待着的人就算是青木山的核心弟子，但是在核心地带之中却也如同废物一般，是垫底的存在。不过眼下楚风的目光却并未停留在那牌匾上，而是那安稳部大门前的一片广场，因为在那里聚集着不少人。楚风在人群之中寻得了他青木南陵弟子的身影，赵根硕、孔连峰他们这批弟子总共22人，除了楚风和王威之外，几乎都在。此刻他们整齐地站成一排，像是在接受训斥一般，而训斥他们的乃是6名男子。这6名男子的修为皆是不弱，其中5位1品武王，1位2品武王。不过修为虽然不弱，但是他们的年龄也都不小了，一个个都是30几岁，其中那位2品武王更是已经40多岁，乃是真正的年过中年。看到这几名男子，楚风都不用想，已经猜到了他们就是这安稳部的成员，他青木南陵的败类师兄。而那位2品武王的中年男子应该就是这安稳部的所谓当家。而除了这些人外，在这座广场上还有着其他身影，他们的修为有强有弱，强的是武王境，弱的还是武君境。他们应该都不是青木南陵的人，因为这座广场不属于任何领地的原因，他们来到此处单纯就是为了看热闹。因为楚风清楚地看到他们那一张张脸上都挂满了讥讽的笑容。楚风，快看，是楚风师弟来了。在楚风观察情况的时候，有青木南陵的弟子发现了楚风与王威，这一刻他们皆是狂喜，如同之前的王威一样，像是抱到救命稻草一般，不但本是郁闷的脸上焕发起兴奋之色，此刻更是激动地大喊起来。而这一刻，楚风与王威也皆是身形一动，如同倒射的流星一般，稳稳地落在了广场之上。这2位就是楚风师弟和王威师妹吧？果然是一表人才，不错不错。这样一来，我南陵的师弟师妹们就都到全了，也是时候举办我安稳部的新人加入典礼了。见到楚风与王威那6位败类师兄，似乎还不明白事情的状况，竟然自顾自的就要举办什么新人加入典礼。而楚风与王威根本就不雕这6位败类师兄，他们径直的来到了张炳南与刘朝的身前，打量了一下2人。楚风发现张炳南与刘朝他们2个的确被打了，但是被打得很轻，脸上只是稍微有点发红，应该是被长了耳光。虽然是挨了打，但是与楚风想的完全不同，至少南陵的这6位败类师兄出手不是很重，做的还不算太过分，但是被打了就是被打了。楚风心中的怒火可并没有因为对方出手轻而有所减退，于是他抬起手来，指着张炳南和刘朝的脸，看向那6位败类师兄，问道：谁打的？
楚风此话一出，那6位败类师兄也是一愣，随后其中一位身材偏胖，修为在1品武王的站了出来，以一种很是不屑的态度说道：“我打的，怎么了？”然而他万万也想不到，他此话刚落，楚风一个耳光便落在了他的脸上，速度之快，他几乎没有反应过来，力道之大，竟让他在原地转了3圈。你这家伙猛了，彻底猛了！不只是那位被打的败类师兄，另外5位败类师兄也全都愣在了原地，深深的被楚风的举动给惊呆了。这什么情况？一个刚刚进入青木山的弟子，竟然敢打师兄，并且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扇了一个大耳光，这还有没有天理？这一巴掌是替张炳南还的。突然，楚风开口了，话音落下之际，楚风的胳膊又是甩动起来，最终如同神龙摆尾一般，将掌心狠狠地扇在了那败类师兄的另一侧脸颊之上。又一道清脆而响亮的声音传来，那位败类师兄又向另一侧连续转了3圈，最终扑通一声坐在了地上，瞪着双眼看着楚风，感受着脸颊的火热，却又有些不知所措。如果说其他人只是被楚风的行为所惊呆了，那么这位可就真的懵了，被楚风这2个响亮的耳光给打懵了。这一巴掌是刘朝还的。楚风再度开口，语气平静的令人感觉不可思议，毕竟他刚刚可是打了2位师兄，现在竟然能够如此心平气和的说出这种话，这也未免太不将对方放在眼中了。你这家伙真是找死！终于，那位被打的败类师缓过神来，猛然起身，便要向对楚风出手。与此同时，那剩下的5位师兄也怒了，尤其是那位修为在2品武王，这所谓安稳部的部长，更是释放出自己那2品武王的磅礴气息，向楚风席卷而来。然而，面对那5位败类师兄的愤怒之气，楚风却是面色不改，反而剑眉倒竖，冷声问道：“还想动手？你们就只有欺负同门师弟的本事吗？”你楚风这句话看似寻常，但映入6位败类师兄的耳中，却如同惊雷一般炸响，不仅脑袋发懵，就连内心也是一颤，竟然不由自主的全部收回了自己的气息，停止了向楚风进攻的动作。只有欺负同门的本事，这句话不断的在他们的脑海响彻，使得他们脸上发胀，内心发痛，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涌上了心头。打呀，怎么不打了？真他娘的没意思！就是老子还没看过瘾呢，怎么停手了？方拓海，动手啊！好歹你也在青木山混了20年了，还怕这个刚进入青木山的臭小子不成？你也太废物了吧！废物，太废物了！安稳部不愧是青木山最废物的分部，依我看赶快解散吧，否则只会丢了我青木的人。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6位败类师兄停手之际，那些围观的人群之中，却有人闹起哄来。定目望去，楚风发现那是来自同一个分部的人，他们有5个人，年龄与6位败类师兄差不多，但是修为总体上来说却要强不少。至少这5位全部都是2品武王，听得对方那带有侮辱性词汇的语言，6位败类师兄虽是脸色铁青，但却不敢言语，甚至连头都不敢回，显然是怕了对方。看，我就说废物吧，青木南陵的出来的一群饭桶，想当初加入分部没人要，所以自己便组建了一个狗屁安稳部，组建了足足20年，竟然只有6个人。就你们这群废物，日后当长老也只能到外门去教那群资质极差的渣渣们。身为核心弟子，无法留在核心地带做长老，还不如离开青木山为好。反正我要是你们，早就滚蛋了，可不会留在这里丢人。见6位败类师兄不敢言语，那5人更是的士气人，越叫越欢。而在他们5人的讥讽之下，其他围观之人也是忍不住大笑起来。整个广场之上充满了对青木南陵的轻视与看不起。看什么看，臭小子，你有意见不成？然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发现楚风看他们之后，其中一位竟然暴喝一声，一副楚风不配看他的模样。而对于那位的挑衅，楚风却是淡然一笑，说道：“意见倒是没有，只是想记住你们5个的模样而已。记住我们的模样，你这是什么意思？”楚风此话一出，那5个人都是为之一愣，满脸的迷茫，不解楚风的话中之意。因为我决定，每次看到你们5个，都要打你们一顿。楚风突然笑道：“什么？你这混账！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一刻，那5人终于明白了楚风的意思，一个个气得浑身发抖。然而就在这时，楚风突然身形一动，宛如利剑一般，直接掠向那5人。楚风这一动，当真是不动则已，一动惊人。他的速度不是很快，他的身影更是渺小，但是他的气息却是铺天盖地，宛如通天的山岳，浩瀚的大海，洪荒的猛兽，残酷的杀神。在楚风如此气势之下，莫说是那5位，几乎广场上的所有人都被震慑住了，一个个目瞪口呆地看着楚风自半空划过，最终落到了那5人的身前。不过这还不算什么，最令人吃惊的是，楚风真的出手了，并且出手之重，攻势之强，简直超乎想象。楚风双臂摆动，顿时拳影不断，速度太快，已然分不清打出了多少拳。但只在这一瞬间，那5人已是鼻口窜血，满面淤青，一个个被击飞数米之后才摔落在地。落地之时，已然如同蒸熟的红色猪头，没有了人形，悲惨的可怜。被楚风一瞬间便打的猪狗一般，那5人当真是被吓坏了，连滚带爬的站起身来，头也不回的便一跃而起，快速逃离此处。但就在即将消失之前，却又大喊一声：“混账！我龙虎部和你没完！龙虎部倒不如说是废物部。”楚风冷笑一声，不管那龙虎部如何，但是至少这5位却在楚风的心中留下了废物的印记。何谓废物？常人的理解也许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的主，但在楚风心中，对废物的理解却完全不同。楚风对废物的理解是，废物并非是最弱的，但却是欺强凌弱的。有些人在比自己弱的人面前，就像天王老子，老弱病残他都敢打，
但在比自己强的人面前，却又像个孙子，别人往他脸上吐痰，他都不敢当面说半个不字。这种人是最招人恨的，所以楚风觉得这种人才是真正的败类，真正的人渣，真正的废物。刚刚他所打的5位，无疑就是这种人。对于这种人，就该见一次打一次。当那5人逃走之后，整个广场之上一片寂静，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地看着楚风。这什么情况？这小子什么来头？刚刚打的那5位，可不只是龙虎部的成员，那还是5个2品武王啊！这个刚刚踏入青木山、容貌稚嫩的小子，竟然凭借1品武王的修为，只在一瞬间便将5位2品武王打得猪狗不如，屁滚尿流。这是何等实力！尤其是想到先前楚风动身之际所散发出的恐怖气势，他们更是心有余悸，后怕不已。意识到这个来自青木南陵的小子似乎与其他弟子大不相同，并非善类啊！诸位，我青木南陵的热闹好看吗？突然，楚风将目光扫向众人，那目光冰冷如剑，震慑八方。被楚风这样一看，那些看热闹的都是赶忙低下头来，不敢与楚风对视。经过先前一幕，他们对楚风已是有了深深的忌惮。我数3个数，都他妈给我滚！3个数之内还不走的，我就让他爬着回去。突然，楚风脸上怒容大显，冷声喝道。而楚风此话一出，众人不敢停留，生怕楚风真的对他们出手，于是一个个的皆是纵身而起，快速的离开了此处。眨眼之间，这广场之上便只剩下了楚风等南陵之人。而至于那6位败类师兄，更是神情紧张，眼中布满了恐惧之色。他们不是傻子，事到如今已经发现，他们这位来自青木南陵的师弟，不但非他们这样的庸才，更非寻常之辈，乃是妖孽级的人物。凡是妖孽者，只要发展顺利，日后在这青木山内，早晚会有一席之地。这样的人物，可是他们万万也不敢惹的。但是眼下，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却已经惹上了楚风，所以当真是有一种骑虎难下，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尤其是见到楚风向他们走来，他们更是彼此互望，浑身发抖，连连后退，最终竟然纷纷跪倒在地，向楚风磕头认错。楚风师弟，是我们不好，都是我们不好，是我们不对，我们不该威逼你们加入我们，还望楚风师弟高抬贵手，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过我们吧。对于这样一幕，王威等人则是见怪不怪了，因为当初他们第一次见到楚风展现实力的时候，内心其实与这几位师兄一样。不过楚风看着这几位南陵的师兄，却是眉头微皱，内心有着说不出的情绪。最终他没有再对他们出手，而是看了他们一眼后说道，在青木山内云集各方势力的人，而我青木南陵堂堂青木山的正统附属势力，却被人鄙视以及唾弃，这是为什么？楚风问道。6位败类师兄不再磕头，却是低头不语，他们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我们青木南陵弱，一代比一代弱，哪怕几千年过去了，每一年都有南陵弟子加入青木山。事到如今，南陵进入青木山的弟子加到一起已有数万人，但却始终无人崛起，没有人踏上过青木山的顶峰，甚至一直徘徊在核心弟子的底层。尤其是在与其他3陵那风生水起的对比之下，我南陵更是显得一无是处，弱到了家，根本就辜负了正统附属势力的名号，被人看不起，能怪谁？要怪只能怪自己，明明坐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却没有相对应的气势，就算被人看不起，也是活该。楚风一字一句，语气极重，却又有着恨铁不成钢的情绪。而听得楚风的这一番话后，不仅是那6位败类师兄，就连王威等人也是默默地低下了头，双拳紧紧握起，内心感觉憋闷不已。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楚风说的很对，如果说青木南陵是一个寻常的2等附属势力，那么就算平庸一些，青木南陵的弟子也不至于混得这么惨。可是青木南陵偏偏背负着正统附属势力的称号，却没有正统附属势力该有的实力，这就难免被人看不起，受人所鄙视了。我们身上都背负着青木南陵的名号，都挂着青木南陵的标签，单凭这个标签，我们就已经够被别人看不起了，难道还要窝里斗？你们是嫌不够丢人吗？楚风看着6位师兄，再度问道。我们6位师兄沉默不语，依然不知如何回答。青木南陵的标签贴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个人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因为我们的确是南陵的弟子，这是一辈子的事。而青木南陵被人看不起，这也是事实，但我们是不是只能顺从这个事实？不，我们完全能够改变这个事实，但是改变这个事实的方法，绝对不是拳头向内窝里抖，更不是任人不看抬头。说完这句话，楚风便御空而起，准备离开。而王威、赵根寿等人也是随同着楚风一同踏空而行，准备跟随楚风离开此处。楚风师弟，你可否告诉我们，改变这个事实方法到底是什么？然而就在楚风等人刚要动身之际，那6位败类师兄却是起头来，高声问道：这个方法很简单，让自己拳头变硬，然后把所有看不起我们的人打到闭嘴。楚风很是凝重地留下这句话，而听得楚风之话，那6人皆是一愣，一种难以形容的情绪覆盖全身，涌动在浑身各处，那种感觉是他们久违的感觉，是他们在青木南陵被封为天才的时候经常存在的感觉，却也是来到青木山后被成千上万的妖孽所压迫，被磨灭的感觉。若真要形容，其实很简单，这种感觉叫做热血沸腾。没错，就是热血沸腾，这种足以让人斗志昂然的感觉，在沉默多年之后，在此刻点燃了。但是他们绝对也想不到，点燃这种感觉的人，却是一位比他们小上20岁的同门师弟，并且对方只凭借简单的一句话，便激起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斗志、敬佩，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希望。他们仿佛看到了人生的希望，而无论是敬佩还是希望，这2点如今都仅存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便是楚风。只不过当他们缓过神来之际，却发现楚风等人
已经不见了踪迹，已然离开了。楚风他们离开安稳部后，并未各自返回各自的领地，而是一同来到了楚风的领地之中。什么？楚风师弟，你与羽化部闹掰了？楚风师弟，都怪我不好，要不是我请你帮忙，要不是你为了我们，也不至于错过加入羽化部的机会。不加入羽化部倒是小，现在楚风师弟竟然和羽化部闹得不可开交，若是他们日后报复，哪可如何是好？我们可真是给楚风师弟惹下大麻烦了。来到领地后，楚风将自己和羽化部的事情告诉了王威等人，而得知这个消息后，他们都是非常的自责。虽然不能加入羽化部，这使得他们感觉很是遗憾，但是害得楚风也无法加入羽化部，甚至还树立了这个大敌，他们就无法不自责了。毕竟羽化部可是整个核心地带排名前10的存在，那羽化部的部长龙晨毅更是有名的妖孽级天才，哪怕他们还未来到青木山之前，就早已听过龙晨毅的大名了。诸位师兄师姐不用担心，我青木南陵已与羽化宗联盟，就算羽化部对我再有意见，碍于长辈们的约束，他们也敢对我如何？楚风安抚道：真的吗？若是羽化部真的能不难为楚风师弟的话，那就太好了。听得此话，王威等人那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一半，脸上的担忧之色也是减缓了不少。只是害得楚风师弟未能加入羽化部，这着实可惜。毕竟以楚风师弟的天赋，若是能够加入羽化部，定然如鱼得水，说不定有一日会超越龙晨毅，接替羽化部大当家的位置。不过还是有人替楚风未能加入羽化部而感到遗憾。主人，有人来找您。就在这时，一位奴婢走入大殿，上前禀告。是谁？楚风问道。说是您的师兄。奴婢说道。师兄？楚风一脸茫然，众人也皆是不解，他们实在想不透是谁来找楚风，毕竟他们熟悉的人都在此处了，怎么会又跑来个师兄？楚风师弟，是我们。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来，与此同时6道身影也是出现在楚风等人的视线之内。原来这所谓的师兄竟是那6个败类师兄，你们还敢来这里？是嫌楚风师弟打你打得不够吗？见到这6位，王威等人没好气地说道。各位师弟师妹，先前是我们不对，不过我们来此并不是要找麻烦，是真的有事恳求楚风师弟。6位败类师兄说道。楚风示意王威等人闭嘴后，才说道：有什么事你说吧。楚风师弟，你听我说，在下方拓海当年进入青木山之时，也绝非垫底的存在，更非心无大志甘愿平庸之辈，只是因为得罪了人，所以导致没有任何分不肯收留我，在这核心地带受尽了欺压，就连做任务的时候也会被人从中作梗，屡次失败，无奈之下才创建了这安稳部。安稳部顾名思义，当时的我已经被磨光了锐气，只求一时安稳，希望组建一个自己的势力，平平稳稳的在青木山度过余年。可是足足20年过去了，我过得倒是安稳，但却是在忍气吞声之下换来的安稳。足足20年了，我安稳部发展了20年，事到如今却只有6个人，我真的不想一直这样下去，所以才想到威胁你们要加入我安稳部。安稳部当家方拓海一脸无奈地说道：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欺压同门师弟就是不对，你根本无需为自己开脱，因为这样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你。楚风说道。对，楚风师弟你说的对，不对就是不对，我说这些并不是想为自己开脱罪过，我只是不想继续这样下去了。今日我见到了希望，在楚风师弟你的身上见到了希望，所以我恳求楚风师弟加入我安稳部，我愿意让出当家之位，请你带领我们壮大起来吧。话到此处，方拓海突然变得激动起来，竟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楚风师弟，求求您了，我南陵弟子饱受欺压，这也是我南陵弟子很难崛起的根本原因。如今还有很多南陵弟子没有加入任何分部，不是不想加入，只是人家不收。但是假如你做了我安稳部的部长，有了你这位有实力的当家人，相信那些同门师兄弟也会愿意加入我们安稳部。那个时候，我南陵弟子在青木山内就不会再流连失所，至少那些势力卑微、被他人排挤的师兄弟们都有了一个可以扎根的地方。与此同时，其他5位败类师兄也是跪倒在地，向楚风祈求。这一刻，楚风内心颇为动容，仔细打量了一下6人，发现他们的眼中竟然布满了渴望之色，那种渴望非常的强烈，是一种被压迫多年，想要改变这一现状的渴望。这一刻，不知为何，对这6位败类师兄的恨意不但已然减少，反而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怜，一抹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人活在世，谁的体内没有傲骨？不是谁生下来就注定臣服的。可是正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人们皆曾反抗过，只是却又被残酷的现实打压的不得不低头。这6位师兄显然就是这种人，而楚风从他们的话中能够听出来，青木南陵如同他们这样的弟子还有很多，只是那些弟子还不如他们有勇气。最起码这6位败类师兄在被其他分部排挤之后，还有胆量建立一个自己的分部，但是其他被排挤的南陵弟子却连建立分部的勇气都没有，流连失所，如同一个无家可归之人，在这青木山的核心地带，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是真正的低人一等。楚风师弟，反正现在羽化部也不肯收留我们，与其加入其他分部看人家的脸色，倒不如这一刻。王威等人也看向了楚风，他们实际上是希望楚风自立门户的，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很矛盾，毕竟楚风不像他们，楚风的天赋绝伦，以楚风的实力，在整个核心地带，相信有很多分部愿意收留楚风自立门户。相比于直接加入一个强大的分部，起点的确低了很多，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有好处，但是对于楚风好处可就少了很多。你们死心吧，我是不会答应你们的。终于楚风开口了，
而楚风此话一出，所有人先是身体一僵，脸上面如死灰，随后如同泄了气的皮球，缓缓地低下了头。整个大殿沉寂一片，充满了失望与哀伤。尽管早就猜到楚风可能拒绝他们，尽管他们知道楚风完全有拒绝他们的理由，但当楚风真的拒绝他们之后，他们还是无法抑制自己那失落的情绪。这一刻，他们就如同失去了兽王的孤狼，说弱不弱，说强不强，在这猛兽横行的丛林内，失去了依仗，迷失了方向，未来尽是迷茫。而看到众人此刻那极度失落的模样，楚风则是大嘴一咧，坏坏一笑，说道：“不过你们6个若是愿意解散这安稳部，倒是可以选择加入我，加入你。”楚风师弟，你的意思是？听得此话，众人先是一惊，随后脸上皆是涌现出狂喜之色，因为他们已经听出了楚风的话中之意。我觉得你们说的有道理，与其加入其他分部，还不如自立门户。不过，我要建立的分部可不是什么只求安稳的安稳部，我要建的分部是一个要带领南陵弟子从底层走向巅峰的分部。这青木南陵核心地带，数千分部的制高点，便是我的目标所在。神挡杀神，佛挡，谁敢阻我，我便化身为魔，杀他个片甲不留。所以，我有的分部起名为修罗部。修罗部，楚风师弟，你此话当真？听得此话，众人更是激动无比。尽管已有猜测，但当一切真的成为现实之际，他们还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楚风的一番话，不仅仅代表着楚风的意愿，同时也是南陵弟子所期望的。身为南陵弟子，谁不希望扬眉吐气，让那些所有人看不起他们的人对他们毕恭毕敬？只不过他们却没有想过，让青木南陵弟子所建的分部成为这核心地带的制高点。制高点是什么？那无疑是这核心地带的最强分部啊！这个目标着实是太大了一些。但是不知如何，当这番话是楚风所说之际，他们竟然没有一点怀疑，反而都信了。就仿佛在楚风的带领下，他们真的会成为核心地带最强的分部一般。我楚风在这种事情上从来不开玩笑。楚风面带微笑，看向6位败类师兄，问道：“怎么样？你们可愿意加入我修罗部？”“愿意，当然愿意。”我宣布，安稳部今日解散，即刻生效。你们可有异议？方拓海看向另外5人，没有异议。其余5人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随后一同看向楚风，说道：“我们愿意加入修罗部，追随楚风师弟。”楚风师弟应该叫做当家了吧？就在这时，王威则是甜甜一笑，随后竟然对着楚风施以大礼。王威拜见楚风当家，我等拜见楚风当家。与此同时，其他人也都是对楚风施以大礼，表示愿意加入楚风所创立的修罗部。对于众人的反应，楚风早有预料，但是此时此刻，他的内心也是颇为激动，因为这是他修罗部成立的第一天，也是他楚风踏出的第一步。尽管如今的起步还很低，但是楚风可不想辜负修罗之名，还真叫修罗部了，人家只是开个玩笑的。这一刻，楚风体内的蛋蛋笑个不停，可以看出他很是开心。其实修罗部这个名字不是楚风起的，而是蛋蛋随口说的，但是楚风却觉得很好，很适合他。因为加入没有蛋蛋这位修罗灵界的界领，楚风未必会有今天，甚至未必会活到今天。所以这算是楚风对蛋蛋的一个承诺，既然得到了修罗灵界的青睐，就绝不辜负修罗灵界的力量。尽管这修罗灵界的力量是自己的母亲强行封印于自己体内的，但楚风却觉得修罗的力量乃是天生为他准备的。于是楚风心中暗笑，对蛋蛋说道：“这修罗部仅仅是一个开始，总有一日我会以修罗之名扬名世界，那一日我便是修罗的代表，而修罗就是我的代名词。”真是好大的口气啊！虽说我修罗灵界的力量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但是普天之下如此之大，与修罗灵界缔结契约的界灵师可不止你一个，并且每一个都绝非弱者。想要成为修罗的代名词，那也就等于说要成为众多界灵师众多最强者。蛋蛋颇为打击的说道。楚风淡淡一笑，随后满脸自信的道：“我绝对是最强的那个。”好，够狂妄。不过本女王就是喜欢你这个劲，要是这点自信都没有，那也不配做本女王的主人了。蛋蛋小嘴一抿，双眼微眯，露出了一个满含期待却又美得迷人的笑容。修罗部真是个奇怪的名字。然而就在这时，突然一道女子的声音在殿外响起，顺声观望众人皆是一愣，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半个人影。怎么，若尘妹妹，我这名字有何不妥吗？唯有楚风一副早有预料的模样，你早就知道我来了。而楚风话音刚落，那声音所传之处，空间微微颤动，很快一道倩影浮现而出。见到这位女子，在场之人皆是大吃一惊，尤其是那6位败类师兄，更是眼前一亮，惊得张大了嘴巴。因为这位女子不仅美貌似天仙，修为更是不凡，乃是3品武王。至于此女是谁，自然就是白若尘。猜的。楚风双眼微眯，一脸的坏笑，扯白若尘瞥了楚风一眼，一脸的不相信。若尘妹妹，你刚刚说我修罗部名字奇怪，我想知道为何奇怪？楚风问道。当然奇怪，修罗之说来自于修罗灵界，相传修罗灵界乃是7灵界之中最强的一界，而他们掌握的力量也是最邪恶的一种。据说修罗的力量比魔还要阴暗可怕。你起名为修罗部，难道说你要成为比魔还残忍的存在？白若尘问道。魔就代表残忍吗？我不觉得。神就代表正义，我更不觉得。至于我为何将分部命名为修罗，自然有我的原因。不过嘛，这个原因我现在并不打算告诉你，日后你会知晓的。楚风笑眯眯的道。随你。对于这样的楚风，白若尘又是美眸一番，白了他一眼，似是因楚风不坦诚相告而产生了些许怨念。若尘妹妹，这么晚了来找我，该不会只是偷听我们说话吧？正所谓见者有份，不如你也加入我这修罗部如何？楚风笑眯眯的说道。
而楚风此话一出，王威等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随后满面期待地看向了白若晨。白若晨是何等角色？那可是羽化宗的第一天才，羽化宗宗主的女儿。这样的妖孽若是加入修罗部，那无疑将会成为修罗部的一大超级助力。恐怕单凭楚风与白若晨二人，就足以支撑起修罗部。这修罗部日后想不崛起都难。加入你这刚刚创建，除了你之外，由一群虾兵蟹将组成的修罗部。白若晨冷冷地扫视了一眼大殿之内的人，目光之中充满了不屑，话语也是冰冷直接。但是对于白若晨的这番明显带刺的话，楚风却是丝毫不生气，而是笑眯眯的道：“我给你好处？什么好处？”白若晨问道：“给让你当我修罗部的二当家，如何？”楚风一脸的坏笑，鬼才稀罕。白若晨的小脸冰冷至极，充满了不悦之色。不过随后又看向楚风道：“要我加入你这修罗部，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楚风问道。“一件你只能答应不能拒绝的事。”白若晨道。“只能答应不能拒绝，那你要我去死怎么办？我可还没活够。”楚风一脸的不情愿，害怕就算了。白若晨一脸的坚决：“好吧，我答应了。什么事？你说吧。”楚风咬了咬牙后，毅然决然地说道：“他知道白若晨的实力，再加上白若晨的身份，若是能拉他入伙，无疑会让修罗部壮大得更快。这件事我还没想到，日后想到了再告诉你。”白若晨的嘴角掀起了一抹淡淡的微笑，很迷人，很漂亮，甚至还有着几分得意，就像在为他与楚风斗嘴，终于占据了上风而感到喜悦一般。这样说来，你是答应了？楚风问道。“这是自然，不过二当家什么的就算了，我不稀罕，还是当一个寻常的成员，这样自在一些。不过话说在前，不是什么大事，就别来找我，嫌烦。”白若晨一脸高傲地说道。“哈哈，太好了，白师姐加入我修罗部，那日后我修罗部想不壮大都难。”而见白若晨松口，最为高兴的并非楚风，而是王威等人，他们一个个雀跃欢呼，当真是兴奋不已。“你们怎么能如此无礼？这位师妹如此年轻，你们怎么能叫她师姐？这不是把她给叫老了吗？要叫师妹才对。若是觉得辈分不合，叫白姑娘也可以吧？”可不曾想，见王威等人称呼白若晨为师姐，方拓海等败类师兄却是极为不满的纠正起来。这一刻，王威等人真是极度无言，也不知道怎么和方拓海这几个败类师兄解释。算了，不管之前如何，到了青木山就要论青木山的辈分。我年龄小，就都叫我师妹吧。就在这尴尬之际，白若晨开口道：“看，我就说叫师妹吧。”而听得白若晨这样一说，方拓海等人更是得意的大笑起来。不过他们毕竟已是大叔级别的年龄，他们这样肆无忌惮的得意发笑，还一边看着美若天仙的白若晨，怎么看都怎么显得猥琐。若晨妹妹说的是，大家也不必叫我当家，继续叫我师弟就行，否则当家听着也怪别扭的。总之，凡是我修罗殿的人，都是一家人，家中有家规，但凡是未触及家规者，都可平起平坐，无需拘礼。楚风也是开口了，虽然他不喜欢被人看扁，但也不喜欢与自己亲近之人把自己看得太高，那样一来会有距离感。遵命。楚风此话一出，除了白若晨之外，在场之人皆是齐声应道，并且抱拳施礼。算了，当我没说吧。面对众人那毕恭毕敬的模样，楚风摇了摇头，突然觉得想让他们像白若晨一样看待自己，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建立分部不是一件小事，有很多事要准备。在确定修罗部成立之后，楚风便开始安排事宜。首先他设计了一个修罗部的袖标，然后安排王威等女弟子去大批量的制造，毕竟女子比较细心，制造这东西也更用心一些。同时楚风亲自布阵，凝聚了一块巨大的牌匾，亲自挂在了自己的领域的大门之上。修罗部正式创建，激动之时，有人开始欢呼，而这种喧闹也引来不少人的注意，还以为是谁再次吵闹，原来又是一些不知死活的新人。只不过当他们发现是楚风等新来的弟子创建了一个分部后，却皆是投来了鄙夷的眼神，甚至开始不屑地讽刺起来。因为在青木山内，分部与分部之间还有着踢场一说，而新人创建的分部就是最容易被人踢场的存在。毕竟踢场赢了会夺得不少荣誉，会让更多的人愿意加入他们，所以在他们看来，新人创建的分部就是其他分部的垫脚石，等待他们的只有被踢场、被蹂躏、被欺辱的命运。这个丫头。但是当他们看到白若晨后，却又眼前一亮，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毕竟白若晨惊艳的不仅是靓丽的外形，还有那三品武王的修为和实力。三品武王在这核心地带其实不算什么，但是像白若晨如此年轻的三品武王，可就让人不得不加以重视了。只要不是傻子的，都能看得出来，白若晨是一个妖孽。所以在发现白若晨也带上了修罗部的袖标之后，那些极度鄙夷楚风等人的围观者也是意识到这些新人创建的分部似乎没那么简单，所以赶忙散开，不但敢说三道四，甚至不敢继续围观。这样的情况也引起了王威等人的注意，这让他们非常的高兴，就如同看到了修罗部未来的希望一般。而方拓海等人更是欣喜无比，想他们安稳部创建了足足20年，但换来的只有更多的羞辱，而这修罗部才刚刚创立就已能令人忌惮，差距之大简直不可相比，让他们增添了不少底气。方师兄，你之前说我南陵还有很多弟子没有加入分部，这是真的吗？楚风并未理会围观之人的看法，在亲手挂完修罗部的牌匾之后，便对方拓海问道：千真万确，我怎么可能骗你？你若是不相信，我可以去将他们一一找出来。虽然他们没有加入我安稳部，但是我们也是都有保持着联系的。方拓海极为肯定的点了点头，生怕楚风不相信他。那好，你去跟他们说，我修罗部愿意收留他们，只要他们想加入，随时都可以来。楚风说道。好的。
不过楚风师弟，我们这修罗部既然成立，要不要招兵买马，大肆宣扬一番？方拓海问道。现在时机还不到，不用招兵买马，待时机到了，不必我们宣扬，也自然会有人加入。不过那个时候，我修罗部可就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加入的了。楚风的嘴角掀起一抹自信的笑意，他既然创建了这修罗部，就绝对不会让他默默无闻下去。楚风，若是没事，我先回去了，明日任务广场见。白若晨看了一眼那渐渐下落的夕阳，对楚风说道，却话落之际，他已是纵身而起，想要就此离去。等一等！见状，楚风赶忙喊了一声，随后来到白若晨身边，笑眯眯的道：“若晨妹妹，我送你吧。”送我干嘛？我又不是找不到自己的住处。白若晨一脸警惕的看着楚风，也不等候，而是直接向自己的领地前去。当然要送了，我还不知道你的领地在哪呢。楚风一脸的殷勤，与此同时冲着王威等人挥了挥手道：“都散了吧。”话罢，便向白若晨那美丽的倩影追赶了过去。白若晨虽然没有理会楚风，但是却也没有全力飞行，所以楚风很快的便追赶了上来，说道：“若晨妹妹，谢谢你今日的所作所为，这份恩德我楚风记下了。”听不懂你说什么。白若晨瞥了楚风一眼，便看向前方，一副真的什么都不清楚的样子。见状，楚风也不解释，而是嘿嘿一笑，随后问道：“你约我明天去任务广场，该不会只是要与我做任务吧？”“当然不是，我已经打探过了，你我得到的那幅地图刚好属于核心弟子的任务区，也就是说，你我可以借着做任务为名去探探虚实。”白若晨说道。竟有这种好事！听得此话，楚风也是窃喜，因为白若晨所说的地图便是羽化宗的祖师留下来的真正遗物。尽管楚风与白若晨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却能够预感到那一定是件价值不菲，至少有着大用的宝物才对，否则羽化宗祖师不会这般大费周折才是。楚风与白若晨的领地相隔其实不是很远，再加上二人速度极快，所以很快便抵达了。羽化宗就是羽化宗，哪怕在青木山内也是有着不凡的势力。你这位羽化宗宗主女儿的领地可比我们的好多了。而看到白若晨的领地后，楚风也是忍不住感慨起来，因为白若晨的领地比楚风的足足大1倍还要多，其中的建筑群更是大气磅礴，的确比楚风的领地要好上几倍不止。要我和你说几次，我不是他的女儿。白若晨纠正一声，随后又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道：“把你的帅旗拿出来，你获得的领地比我的这个领地要好上几百倍都不止。帅旗我早晚会拿出来，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将旗不是也没有拿去领赏吗？”楚风笑嘻嘻的道：“反正将旗在我手中，属于我的别人又拿不走，急什么？”白若晨看看已经黑了下来的天空，说道：“行了，你已经送我到领地了，可以回去了。我大老远的送你回来，怎么也不叫我进去坐坐？”楚风说道：“孤男寡女的，有什么可做的？”白若晨冲楚风翻了翻眼睛：“怎么会是孤男寡女呢？你的领地难道没有婢女吗？”楚风撇着大嘴说道：“我的领地内有婢女，但是没有男的。”白若晨说道：“是吗？那么那2位是怎么回事？”楚风指向白若晨领地内的一座小型广场，那是。而顺着楚风所指，白若晨顿时小脸一变，因为在那里竟然站着2个人，并且还是男人。不过当看清那2个男人的容貌后，白若晨的情绪也是缓和了不少，对楚风说道：“是羽化宗的师兄，不过准确来说，他们如今是羽化部的人。你认识他们？”楚风问道：“认识，他们回羽化宗探望过，那个时候倒是与他们见过，不过也只是认识而已，并不熟悉。”白若晨道：“我看多半是来当说客的，走吧，我陪你下去看看。”楚风说道。白若晨点了点头，便与楚风一同飞掠而下，来到近前后，也不叫对方师兄，而是冷冰冰地问道：“是有事吗？若晨师妹，你总算回来了。我们知道今日你在羽化部发生了一些误会，不过这事也不能怪龙尘父，毕竟羽化部有羽化部的规矩。但是大当家和二当家听说过此事之后，立马便同意了若晨师妹的要求。大当家龙晨义更是说，只要若晨师妹愿意加入羽化部，别说是让青木南陵的22位弟子加入羽化部，就是再来22位，我羽化部也照收不误。那2人见到白若晨后，这2位羽化部的人则是满面的殷勤，但是却没有正眼看过楚风一眼。不必了，我已经加入其他分部了。白若晨淡淡的说道。什么？若晨师妹，你加入了其他分部？是什么分部？听得此话，2人顿时脸色大变，就如同吃了死老鼠一般，难看至极。自己不会看吗？白若晨探出玉手，指了指自己右臂之上的袖标，而那袖标之上则是写着修罗部3个大字。修罗部。看到修罗部这3个字后，这2人的脸上更是充满了莫名其妙，毕竟他们也是青木山的老人了，哪怕在羽化部内也是高层人士，对于青木山的情况可谓了然于胸。所有强大的分部他们都了解，但这修罗部他们可是听都没听过呀。但是眼下修罗这袖标就在白若晨的手臂上，显然不是假的。不过不管是谁，竟然抢了白若晨这个天才，他们已是极为不爽，于是一同问道：“若晨师妹，不知这修罗部的当家是谁？”“是我。”“怎么了？”就在这时，楚风开口了：“是你。”听得楚风之话，2人脸上的吃惊之色顿时浓郁到了极点，瞪圆的双眼之中充满了一种情绪，那便是不可思议。他们开始认真的打量楚风，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里里外外，外外里里，打量了不知多少遍，甚至连精神力都用上了。但是楚风那一品武王的修为却没有发生一丝改变。这样的人创建的修罗部，白若晨加入了这样的分部，甘愿让一个比他弱上这么多的人领导他，这怎么可能？若晨师妹，真是真的吗？极度不解之际，2人将目光投向了白若晨，他们多么希望白若晨说这一切是假的，千真万确。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
白若晨给出了无比坚定的答复。若晨师妹，你疯了吗？你怎么能够加入这种分部？这对你来说简直毫无前途，反而会耽误了你啊！是啊，若晨妹妹，这种分部你怎么能加入呢？区区一个南陵弟子所创建的分部，他们能帮助你什么？他们什么都帮不了，你只会依仗你，只会拖你的后腿啊！听得此话，二人赶忙劝解道：“谁疯了？你们说谁疯了？”然而，对于二人的好心劝解，白若晨不但不领情，反而是勃然大怒，指着他们两个说道：“我白若晨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选择权利，无论我做什么都不用你们指手画脚。现在我就明确的告诉你们，我白若晨不会加入你羽化部，而我的领地不欢迎你们两个，请你们两个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出去，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若晨师妹，我们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不是骂你，你不要动气。”见白若晨发怒，二人也是有些慌了，能够看出他们似乎很是惧怕白若晨。滚！可是白若晨却丝毫不留情面，指着领地的大门便怒喝一声。这种情况下，二人也不敢再多说什么，反而是将那恶狠狠的目光看向了楚风。那目光太凶恶了，简直恨不得用目光便将楚风给杀死一般。可是对于这种目光，楚风却是不屑一笑，说道：“看什么看？有话不妨直说。”最终，二人并未多说什么，而是大袖一挥，便就此离去。真看不出来，若晨妹妹这么大的脾气呢。在二人走后，楚风笑眯眯地看向了白若晨，只是不喜欢有人对我指手画脚罢了。我自己的事，喜欢自己做主，并且不喜欢别人否认我的决定。白若晨说道：“不错，这种性格我喜欢。其实我也是这种人。”楚风拍手叫好：“你还在这里干嘛？难道也要我像对他们那样对你？”可是不曾想，白若晨却狠狠地瞥了一眼楚风，他小脸发白，怒容未减，显然心中的火还没有消。那怎么行？怎么说我也是你的当家？你若那样对我，岂不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楚风一脸的坏笑，他了解白若晨这个丫头，虽然性格冰冷，但也是非分明，至少不会真的对楚风动怒。少来这套！你应该知道，在我心中，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当家人。我加入你的修罗部，只是为了让你答应我一件事而已。白若晨说道：“究竟是什么事？现在可以说了吗？”楚风问道。“我说了，我还没想好。”白若晨道。“那我现在听你的，马上就离开，算不算答应了你那件事？然后咱们就两清了呢？”楚风笑得非常无耻，无赖，你信不信我现在就退出你修罗部？白若晨说话之间，直接将自己手臂上的袖标给扯了下来。别，你是姑奶奶，我怕你还不行吗？我走了，不用送我。见状，楚风赶忙向后退去，并且说话之间，脚尖点的如同倒射的流星一般，掠向夜空。别忘了，明天任务广场，你最好早点来。白若晨说道。不见不散，并未全黑的夜空之中传来楚风的声音。听着这个声音，白若晨的嘴角竟掀起了一抹迷人的弧度，这抹笑容极为动人。不过可惜没人见到白若晨此刻的笑容。而在微笑之际，白若晨看了看手中那个修罗部的袖标，想了一想，还是带到了自己手臂原来的位置，并且还特别仔细的整理了一下，这才向自己的休息的宫殿行去。与此同时，在羽化部内则发生着另外一幕，一座恢宏气派的大殿之内聚集着数百人，这些人的实力皆是不弱，可谓都是羽化部的高层人士。但是此时此刻，他们却是整齐地站立在两侧，脸上布满了凝重之色，看向大殿守卫的那道身影，眼中充满了敬畏。那是一道男子的身影，看其外表应该刚入中年，30出头的年纪而已。不过不但容貌不凡，更是气宇轩昂，有着常人所不具备的王者之风。这种人天生就适合做领导者，能成大事。但是相比于他的容貌和气质，此人最令人畏惧的，想必还是他的修为。6品武王，这是整个羽化部者，也是羽化部的当家人龙晨毅。这龙晨毅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他不仅天资卓越，在羽化宗的时候被誉为是难得的奇才。来到这青木山后，他更是大放异彩。青木山的核心弟子有着足足几十万，人数之多简直数不胜数。但是提起龙晨毅，恐怕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尤其是1年前，他在执行一项任务的时候，救了全组队员之后，更是声名大噪，成为了青木山内为数不多被公认的顶尖天才之一。因为那项任务，龙晨毅面对的乃是一位成名的大道，修炼了近100年的前辈高人，一位8品武王。但是龙晨毅不但凭借6品武王的修为将其击败，更是将其活捉，这充分证明了他那远超常人的天赋和无与伦比的战力，跨越2品境界的战力。这样的人都是真正的天才。不过此刻，龙晨毅却是满面怒容，看着不远处跪在自己面前的弟弟龙晨父，愤怒地责怪道：“糊涂，你真是糊涂！若晨师妹是什么样的人，我就这么和你说，她的天赋远在我之上，羽化部没了她，那将是多大的损失？她若是加入其他分部，那更是巨大的损失。你居然为了几个南陵的弟子便拒绝了她，你是傻了吗？”龙晨父此刻跪在地上，被龙晨毅骂得脸色铁青，却又不敢顶嘴，只能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因为他非常清楚，他龙晨父能有今天，全都依仗他的这位哥哥。如果没有他的这位大哥，他绝对不会有今天的地位。好了，当家的，再怎么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责怪陈父也没用。何况你不也派人华翔和夏月去请若晨师妹了吗？不管怎么说，他们2个还是与若晨师妹有着一些交集的，相信定会博得若晨师妹的谅解。一名面带笑意的大汉开口劝道。这位大汉与龙晨父一样，有着5品武王的修为，但气息却是完全不同，要远胜过龙晨父。而这位便是羽化宗的2当家孟振所。事到如今，也只靠华翔和夏月了。龙晨毅叹息道：“放心吧，毕竟若晨师妹也是羽化宗的人，而且还是宗主大人的女儿，她怎么可能不加入我们羽化部呢？
孟振所说道。而就在这时，紧闭的店门猛然打开，2道身影出现在大殿之内，而这2位正是先前去请白若晨的华翔与夏月。华翔、夏月，怎么样？若晨师妹可答应了？见到2人，龙晨毅赶忙上前询问。与此同时，大殿内的所有人都将目光锁定在了2人的身上。可是面对众人那关切与渴望的目光，2人却是默不作声，最终无奈地摇了摇头，拒绝了。见到这一幕，龙晨毅也是目光一闪，嘴巴一张，脸上涌现出意外之色。若只是拒绝也就罢了，若晨师妹是加入了其他分部。华翔很是无奈地说道。什么？若晨师妹加入了其他分部？这听得此话，龙晨毅顿时面如死灰，一种难以形容的心痛之色充斥于他的眼中。我就知道这白若晨不加入羽化部是有其他打算，亏大哥还这么器重于他，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个叛徒！见状，龙晨父很是讽刺地说道。你住口！若不是你，若晨妹妹岂会拒绝加入我羽化部？龙晨毅愤怒地斥责道。大哥，这关我什么事？明明是这白若晨从一开始便不想加入我羽化部，像他这种人还少吗？又不是所有羽化宗出来的弟子都会加入我羽化部，有多少人天赋异禀，却为了前程而投奔了其他分部？这些事情，大哥你应该比我了解吧？龙晨父很是激动地说道。你闭嘴！若晨师妹乃是宗主大人的女儿，岂会为了前程而加入其他分部？龙晨毅一脸的不相信。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你为什么就不相信呢？女儿怎么了？又不是亲生女儿，何况这个世界什么人没有？连弑父杀母的都有，背叛自家的宗门又有什么大不了？龙晨父坚信白若晨不加入羽化部乃是早有预谋，为的是加入更好的分部。3当家这件事，你真的是错怪若晨师妹了。虽然若晨师妹的确是加入了其他分部，但却并没有加入那些排名在我羽化部之前的分部，而是加入了一个新人弟子所创建的分部。见状，华翔解释道。什么？新人弟子创建的分部？而听得此话，莫说龙晨毅与龙晨父2兄弟，几乎在场之人皆是目瞪口呆，感觉有些难以置信。华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若晨师妹到底加入了什么样的分部？那分部是何人所建？惊讶了好一会，龙晨毅才颇显激动地问道。这个分部叫做修罗部，是青木南陵的弟子楚风建立的。华翔解释道。不会吧？若晨师妹竟然加入了南陵弟子所创建的分部，她是疯了不成？而听得此话后，众人皆是再度大吃一惊，唯有龙晨毅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竟然是他，大当家的。若晨师妹之前拒绝我们，似乎也是因为这个楚风。这个楚风莫非真的有什么来历？见状，2当家孟振所问道。与此同时，所有人也都将好奇的目光投向了龙晨毅。尽管之前在夺帅的时候，羽化部有不少弟子前去探望过羽化宗宗主以及诸多当家长老，但是羽化宗宗主只与龙晨毅一人单独谈过，所以关于楚风的事情，他们实际上知道的并不多。就算知道的，也是从龙晨毅口中听来的而已。其实对于这个楚风，我也不是很了解，不过似乎来头不小，因为宗主大人对我说过一句话：楚风最好收之，若是难收，切莫强求。总之，莫要得罪，切记，切记。龙晨毅说道。这当真是宗主大人所说？听得此话，众人皆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感觉是这般的不可思议，因为这个评价也未免太高了一些。千真万确。本来我对这个楚风也没有很在意，但是如今这个楚风竟然能让若晨师妹这般，可见他还是真的有2把刷子的。毕竟若晨师妹的性格，寻常人想亲近都难，更别说摆布她了。龙晨毅感叹道。是啊，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这个楚风似乎不简单。孟振所说道。有什么不简单的？不就是一个南陵的弟子，就算他一品武王又如何？在我羽化宗这样的弟子多如牛毛，要我看只是那白若晨与那楚风有奸情罢了。龙晨父一脸的不以为然。你懂什么？要不是你，也不至于如此。毕竟楚风与若晨师妹起初都是想要加入我羽化部的。龙晨毅怒斥道。见状，龙晨父不敢顶嘴，而众人也皆是沉默了。楚风倒还好说，毕竟他们打心眼里都是看不起南陵弟子的，但是白若晨他们都知道，那真的是个天才，若是错过，当真可惜。大当家，那依你看怎么办？孟振所问道。只能明日我亲自登门拜访，试一试了。龙晨毅叹道。次日清晨，茫茫天际的东方刚刚绽放微光，楚风便已起床，经过一番打探，来到了青木山核心地带所谓的任务广场。在青木山做任务对弟子来说乃是家常便饭，也是养活自己的工作，因为青木山内的很多东西都不是伸手就能拿到的，想要拿到就要用功德点换，想要拿好的就要拿更多的功德点换。而功德点来自何处？除了当家长老或是掌教打赏之外，就唯有通过做任务才能获得。虽然青木山的弟子人数众多，但是这任务广场也是异常的浩大，再加上楚风来的实在太早，广场上的人还很少，所以扫望一周，整个广场都收入楚风的眼底。这任务广场说是广场，其实倒不如说是一个浩大的建筑群，只不过那建筑群建在这圆形广场的四周而已。若从上向下观望，这任务广场更像一个小型的平原，大型的圆盘。至于那些建筑也很有意思，它们虽然数量众多，但实际上只分为5种形态，那是5种动物的形态：狼形建筑、豹形建筑、虎形建筑、狮形建筑、龙形建筑。这5种建筑从形态与数量来看，以狼形最弱，但却数量最多；龙形最少，只有1座，但建筑却最为壮观，最为庞大，不但栩栩如生，竟然还散发光芒，就宛如一条条真龙盘踞在这广场之上一般，夺人眼球。但楚风却也注意到，虽然此刻广场上的人还少，但大多数人只出入于狼形建筑与豹形建筑。
就连虎形建筑都少有人出入，那狮形建筑更是没人进去。至于那最为壮观的龙形建筑，压根就没开放，就如同一个威慑四方的摆设品一般，停放在广场最耀眼的地方。你叫什么？可就在楚风看得起劲之际，身后突然传来一声苍老的声音。那声音虽然老态尽显，但却苍劲有力，并且蕴含丝丝怒意。听着这个声音，楚风却不予理会，心想这里人这么多，先不说长老，就连弟子也不是没有步入白发之年的。尤其是那个声音并未冲着自己，天知道是谁在喊谁。我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吗？还看什么看？就是那个没戴帽子的小子。然而那道声音再度响起，并且越来越近。这一刻，楚风终于意识到，这似乎真的是在喊自己。楚风转过头来，顺声观望，果然看到了一个身穿长老服饰的老头，正在向自己走来。这个长老长相平平，但有一处却很有特点，他的鼻子竟然是歪的。不过此时此刻，他却是双眼放光，气势汹汹，紧紧地盯着楚风。糟了，是来找事的。楚风暗叫不好，他洞察能力极强。这位长老看他的目光中充满了不善，就像之前就有深仇大恨一般。但是楚风明明不认识他，这绝对是第一次相见，并且这位长老若是有事想找楚风，完全可以对准楚风喊话，但是他却没有，是敞开嗓子喊的。这种声音没有对准楚风一个人，而是会让整个广场的人都听见。他明显是要引起所有人的注意，而他为何要这么做，楚风也已经猜到了。这个长老多半是想让楚风难堪的。算一算时日，楚风昨天才真正的踏入青木山核心地带，成为青木山的核心弟子，应该还没什么仇家。谁能来找自己的麻烦，而且还是动用的长老级人物？除了申星关和青木三陵，楚风几乎想不到其他势力了。看来这青木山的日子真是不好混啊！眼见着那歪鼻子长老已到近前，楚风心中不免冷笑。这才刚刚进入青木山的第2天，就有人找自己麻烦，那以后还能好过的了？你聋吗？老夫叫你，还需呼唤2声。歪鼻子长老来到近前，瞪着眼睛说道：“这位长老，您嗓门太大了，听到是听见了，只是我真不知道你是在叫我。”楚风笑眯眯的道，一脸的从容，却没有一丝尊敬。放肆！见到长老不但不失礼，竟然还这般对我说话。你是我见过最无礼的弟子，你到底叫什么？来自何门何派？我倒是想要知道，究竟是哪座附属势力推送来了你这样差劲的弟子？长老愤怒地喝道，而他的连续大声呼喊，早就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这使得那些距离楚风近的人都不由得停下脚步，把耳朵凑了过来，想要看看热闹。回长老，弟子叫做楚风，不过弟子很好奇，长老应该从没见过我吧？你怎么就知道我是附属势力推送来的弟子？难道我就不能是自己从内门通过考核进入核心地带的吗？楚风回道。被楚风这样一说，那位长老顿时面容微变，突然意识到自己是说错话了。尤其此刻还有不少人围观，继续纠结这个问题，显然是要下不来台的。于是他赶忙话锋一转，指着楚风的脑袋说道：“不管你来自哪里，不戴核心弟子的帽子，都是对青木山的大不敬。马上给我自掌10个耳光，然后戴上帽子，否则就将你交由刑法部处置。不戴帽子就要自掌10个耳光吗？我在青木山的弟子条例之中可没看到过这一条。”就在这时，一道刚柔并济却异常好听的声音突然响起，定目望去，在场之人皆是眼前一亮，一道宛如仙子般的身影已是从天而降，落到了楚风的身旁。而此女正是白若晨。你是什么人？我处罚弟子乃是长老的权利，无关人等，最好不要惹是生非。歪鼻子长老见到白若晨后，似乎有些怯懦，毕竟白若晨天资卓越，她的修为配上她的容貌，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绝世奇才。这样的人，莫说寻常弟子，哪怕一般的长老也是不敢惹的。无关人等。听得此话，白若晨动人一笑，但却尽是讽刺之意。随后他猛然抬手，竟将头上的帽子摘了下来，在那一头柔顺黑亮的散发，如同黑色的瀑布一般垂落而下之际，他以轻蔑的语气问道：“这回我算是有关人等了吗？”尽管对白若晨的天赋有些忌惮，但是歪鼻子长老却也被白若晨的举动气得不轻。这样的行为不就是当着众人的面打他的脸吗？所以为了捍卫自己身为长老的尊严，他也不顾3721，而是看了一眼白若晨左臂之上的袖标，冷哼道：“原来是你们是一伙的，难怪敢跟老夫唱反调，不戴帽子就要罚。你们2个都给我自掌10个耳光，否则就将你们送到刑罚部，关你们个1年半载，看你们还敢不敢这般放肆！好一个不戴帽子就要自掌10个耳光，那是不是我们所有人都要自掌10个耳光呢？”然而令这位长老想不到的是，他话音刚落，又有一道声音响起，定目观望，天际之上浩浩荡荡数数千道身影从天而降，最终落在了广场之上，竟将那位长老团团包围。而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人竟然全部都没有戴帽子，并且那帽子就在他们的手上，显然是刚刚摘下来的。当发现这些人的来头后，莫说那些围观的人，就连那位长老也是脸色发白，眼神恍惚，因为这些人乃是羽化部的人，并且带头的更是核心地带的风云弟子之一龙晨义。羽化部，龙晨义。这一刻，那歪鼻子长老也是眉头紧皱。羽化部是什么地方？那可是核心地带排名第10，成员共有数万人的庞然大物啊！最主要的是，羽化部的身后还有实力强横的羽化宗长老撑腰，几乎少有人敢与羽化部为敌。而如他这样身份的长老，更是不敢与羽化部为敌。虽然我不认识长老，但既然长老认识我龙晨义，那也算是有缘了。不知长老能否给我龙晨义一个面子，放过我的这位小兄弟？龙晨义面带笑意，却又不卑不亢，他的态度不像是与这长老平起平坐，反而更像是高出这长老一等。